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出发去威尼斯。其实我们已经在威尼斯了啊。那么我们现在住在地方就是我之前说的威尼斯的 Mestre。推荐大家住在这里是，首先是这边到机场公交比较方便，第二就是这边的房价比较便宜，而且去主岛也挺方便的，可能1.5欧的样子就可以到主岛。反正威尼斯主岛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世界闻名，我相信所有人都应该听说过这个地方啊。它被称为水城，像是在水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当然，威尼斯这个地方其实整个区域是西湖，西湖就是相当于因为泥沙冲击造成了一个天然屏障，然后在这个内陆堆积起来的一个湖泊。但它有趣的一点就是它的城市是以河道隔开的，整个观感上非常的神奇啊！可能全世界也就这个地方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观。我曾经也去过，但是是因为工作，当时是威尼斯狂欢节。已经距今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了。以前我去威尼斯主岛是不要钱的啊，但是现在去威尼斯旺季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入城费的啊。现在意大利人越来越不要脸了。如果是从别的城市来威尼斯岛玩个1日游的朋友，就必须得付这个入城费。当然了，如果是住在威尼斯岛，甚至是威尼斯像我们这个地方 Mestre 这个地方的朋友，不管是酒店还是 Airbnb， 都可以去赦免这个5块钱的一个入岛费啊。只要是正规的酒店和 Airbnb 都可以去做到赦免5欧这个东西的。具体操作是可以在威尼斯旅游的官网上去操作，然后得到一个2维码。具体它是怎么查的我也不知道，等会儿看看还会不会查我。时隔7年再次踏上威尼斯，让我们看看威尼斯会是什么样子。Let's go！ OK。这天气很糟糕，不过据说今天下午会天气变晴啊，有太阳。你对威尼斯的印象是什么？威尼斯水很多吧，河道，和我的故乡很像。你的故乡是哪里？苏州。但苏州不是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吗？我对威尼斯的第一印象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一本很经典的探险书，叫《冒险小虎队》，里面有一本叫《威尼斯惊魂》啊，我至今还留着，就那一本，我就买过那一本。看来的威尼斯惊魂，我觉得哇，威尼斯这个地方好有趣。不过第一次去的时候确实很震撼的。然后去威尼斯的话，大家可以买一个它的公交 pass， 1日票、2日票和3日票。有了这个票就可以无限次乘坐威尼斯的水上巴士，以及从我们这个 Mestre 到威尼斯的公交啊，这个还是挺划算的，因为乘1次船差不多就是9.5欧，就相当于乘3次你就肯定回本了。而且这个券还可以打包机场大巴票来买，可以单程票也可以往返票，所以其实还是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票的。然后这个票呢，可以在官网买，也可以在它的机器上买。我们就在官网买了的话，去它机器上去兑换啊。什么玩意儿？这个票呢，它其实不是按照天来算，它是按照时间来算的。就比如说你今天下午到的威尼斯买这个票，你可以用24个小时到第2天的这个票激活的时间啊。另外呢，其实像29岁以下的，像寇姐今年就29岁以下啊，暴露年龄就能买一张叫 Rolling Venice 的一张票，那张票是6欧，好就好在它可以配合3日票买。比如说我们这次买的是 Rolling Venice 加上3日票，再加上单程大巴的一张票，价格是40欧，也是可以无限次乘坐公交的。这个票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在威尼斯的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买门票打折啊。最著名就是它的总督宫，因为它总督宫的票价贼贵，35欧。如果有这个票子的话，就可以打对折。当然，这个票唯一一点问题就是不能乘坐 Mestre 到主岛的火车啊，它只能坐公交车或者有轨电车啊，就是有点复杂。我们前面的通票是可以坐火车的啊，但是从 Mestre 到主岛乘火车跟乘公交车差不多一个样啊。那么我们先去把我们的票对了，给大家看看怎么对。大家到这个 Mestre 的公交站就可以认准这个机器啊，我们可以 collect 我们的票子，我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卡。这个是你的，这是我的。对，使用的那一瞬间是
激活这个卡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公交站等2路去威尼斯火车站啊。不想在网上买的话，其实这个机器上也是可以买票的。我发现其实当场买票比网上买票方便，网上买票过来还要输个码，蠢的要死。好了，这个公交车来了，就是这个2路。刷一下这个码就可以了。上桥了，上桥了！大海。那个方向就是威尼斯主岛。OK， 我们到威尼斯主岛了。这里就是威尼斯主岛的一个交通集散中心啊，还有大巴、公交车、有轨电车都在这儿啊。我们现在要过那个桥，来了，这里就是威尼斯啊。第一印象，水城，那个公交船啊，那个就是贡多拉。然后最那边就是一个私人的水上 taxi 啊，分别是3种在威尼斯水上运营的交通工具吧啊，这边没有大巴，没有公交车啊，只有船。我们的票子是包括所有的水上巴士，像私人的 taxi 就很贵。海贼王里面水之七度的原型就是威尼斯。是的，威尼斯啊。威尼斯其实是因为它的这个城市特性呢，很多商业大片会在这里取景啊。我脑子里已经有蜘蛛侠、007跟碟中谍都在这取过景啊。它这个就叫西湖啊，它其实是连通海的。威尼斯这个地方呢，它曾经是共和国，从697年一直到1797年，这差不多1100年。它都是一个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存在的，它的领导人其实是总督教，其实就相当于选出来的一个都督一样的。威尼斯在1797年被拿破仑所攻占啊，几经周转，一直到1866年，威尼斯才成为了意大利的一部分啊。在岛上也可以买这种1日票啊，如果住在岛上的朋友可以在这里买啊。前方这个地方就是威尼斯主岛的火车站，叫圣达卢西亚火车站啊。很多朋友乘火车来的话，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刚出来火车站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一个景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刚开始出来千万不要被激动啊，因为这边是著名的贼窝啊。因为我有个同事当年差点在这里被偷，所以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自己的财物。从车站出来左边这个桥就是赤足桥啊，这个你可以称之为它叫赤脚桥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让我来问一下 Gemini。因为它紧邻桥北侧的赤足教堂，那应该就是这个吧？这是赤足教堂，看着像。赤足的含义指的不是普通的平民，是指创建并管理这座教堂的加尔默罗修会的僧侣。僧侣平时只穿凉鞋而赤脚，甚至在某些苦修时期完全赤足。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边叫赤足桥。其实我感觉。那个《权力的游戏》里面Arya后来他修行的那个城市，其实和这个也很像。我们现在来乘这个水上公交啊，这个水上公交反正只要这个票咱都可以用啊，这里刷卡就可以了，好就行了，就可以再上船。他也没人查票啊，这个就是土豪乘的水上 taxi。我们现在乘的是1路啊。OK， 船就开了啊。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贡多拉。你好像可以包船，也可以单人坐啊，贵是贵的要死。这些船夫还会跟你吹牛逼，甚至唱歌。吵架了，上来就吵架了。船上还有花雕。哥们吵得好凶猛！哎呦，哎，这是威尼斯名物海鸥啊，不然能看到，好大的海鸥。我刚看到那个 Burger King。我们现在这就是赤足桥，我们刚刚穿过了赤足桥。今天天气好，还是很舒服。哦，还有 wedding，Happy wedding！看我是不是很有氛围感？太会氛
这个应该是他们水里的路灯啊，等到晚上的话会亮起来，很神奇，很神奇啊！威尼斯这个地方呢，如果雨下大的话，就会被淹掉啊！你看，这其实它的水位可以到很高啊，就是近2年海平面上升，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新闻，就是说威尼斯快要被淹掉了。哎，这个是事实。有时候雨下大的话，就是整个甚至主岛上你都得踩水，很可怜的。这个建筑大家在威尼斯会看到很多次，这种类型的建筑叫做威尼斯哥特式，就是柱子啊。它又跟普通哥特式有点不一样，它因为它有个那种拱形的那种门啊，所以叫威尼斯哥特式。威尼斯岛上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教堂啊，多到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教堂，反正真的很漂亮。看威尼斯的建筑都是这样的，柱子拱形，柱子拱形啊。我们到站了，非常熟练的大姐在这把这个船给打个结，贼熟练。OK， 我们下船。威尼斯这边最适合的玩法就是撑着船到一个站，然后往城市里面走 ，City Walk 啊。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就是威尼斯这边最大的一个市场的所在地，这边好像是最大的鱼市啊，我们去看一眼。啊，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干活了？来的太晚了，人家都收摊了，卖鱼的。这边应该就是威尼斯主岛的居民的菜场啊，这边最大的菜场，其实挺普通的，就是一些菜场。它这边的这种调味料还挺有意思的，都长成这样的，这是米吗？这是盐啊，是盐，五颜六色，好看得很。威尼斯到了主岛上 ，City Walk 就非常的像探险一样，因为各种很奇妙的一些地形，然后洞，然后一个小广场串到另一个小广场，啊，就很有意思。哎，趾高气扬的海鸥。这些海鸥大家要当心啊，特别是拿着面包啊，或者是吃的朋友啊，甚至是 ice cream 嘛，他们连这些都会叼的啊！哦呦，飞得贼低！天哪！来看前面这个威尼斯最著名的桥——里亚托桥，就是这个桥。我们现在可以走上去，先走上去看看啊。那也是那种桥旁边有商店店铺的。是的，它是桥附近，就是它这边的商业中心嘛，可能。桥的上面旁边都是店铺啊。这个东西就是很有名的威尼斯狂欢节的面具啊。2月底的时候是有威尼斯狂欢节的，很多那种影视剧啊什么都会把这个搞成像很恐怖的一样的东西。这些都是狂欢节的面具确实有些 creepy 啊。这边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拍照的 view point 啊，就是从里亚托桥的正中间往外看，这条就是威尼斯的大运河。哎呀，好多人呀！啊，里亚托桥，它是一个拱桥，它整个都是用这种白色大理石造的，非常的高贵。OK， 我们在大运河了，算到威尼斯了。里亚托桥这个整个桥它长48米，其实就很短的一座桥。在这个桥上看日落也很漂亮。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威尼斯的时候是个下午，正值日落，走到里亚托桥的时候，正好那个晚霞出来，贼漂亮。这边就是威尼斯最繁华的一块地方啊，大运河上全是贡多拉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乘那种水上巴士穿过里亚托桥。非常漂亮一个白色拱形大理石的桥，这边就可以乘贡多拉。我们来看多少钱啊？白天的话是30分钟90欧，最多5个人啊。如果大家人来多的话，其实撑一下也体验一下也挺好啊，16欧一个人。
这边可以稍微远一点看到李亚托桥，很漂亮。这就是这种支流啊，这种只有贡多拉才能穿过的支流，像排队一样，人好多呀。从一个小广场，我们现在走这种羊肠小道啊，它这种羊肠小道也特别多。在威尼斯，你基本上光看地图你都能迷路啊，因为它这个路实在是太窄太小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拐弯，有时候就拐错了。据说威尼斯这边，它岛上住民5万个人，但是每天都有6万个人会上岛。哎，你别说，我们到现在没有被查入城费，入成 QR code， 所以这个事儿也挺随机的。大大小小的桥，这边这种小河道只有贡多拉能走。整个威尼斯大大小小的桥一共有401座啊。下午就走在这种离开大运河的一些小巷子啊，旁边都是店，逛得眼花缭乱的，买的包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天哪，这个糖果店太吓人了。这也太诱人了。我要是小孩，我去这边买。这个香蕉糖感觉很萌的样子。这个巧克力也好吓人。哦呦，这个巧克力上面从贡多拉一路流下来，流到里亚托桥。哦，腻爆了。装饰都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路越来越窄了啊！它路只有更窄，没有最窄。这路差不多只能走3个人左右。走着走着就是另一座墙，一座又一座，一座又一座。哎呦，这是个什么小广场？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喝点咖啡。其实离开主要区域啊，每个地方都很漂亮。这也就是威尼斯这边比较一个有名的叫沉船书店啊。这是个书店，很有意思，很多明信片呢。哎，这个小猫咪耶 ，sorry。哎，它就是这种动物的装扮，有没有海贼王的感觉？佐乌岛。这不是米兰哥吗？这家店好像有很多猫咪元素啊，你没发现吗？这是猫咪。这是书签吗？啊，这个多少钱？5欧一个。这书签是不是很好看？你想不想买？我有点想买。这就是这家店最有名的，就是它有个贡多拉在这个书店中间。这贡多拉是真的贡多拉，现在变成一个书架了。这老板非常有 sense， 装修啊，摆书的这种感觉特别好。这边还有别有洞天啊，这边也是烂书，已经烂掉了。他就把所有烂书都用胶水给它粘起来，我估计。它的后院这边是有一个以书为台阶的，做了一个台阶啊，可以看到外面的河啊。可以看到外面的运河啊，正好一个贡多拉看到啊，还有那边还有桥，很漂亮。大采购，采购了好多东西，这里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啊。很开心，人也不多。怎么样？什么感觉？快乐啊？快乐。觉得威尼斯怎么样？美丽，像假的一样。也没有了。它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其实。只是你人走在里面就更有意思。像在穿梭，在探险一样。无穷
无尽的你看探索。刚从一个大广场又走进一个小巷子，无穷无尽。其实还是挺商业的，有很多店，但这种有些店就看上去确实质量挺差的，就像那种小商品市场那种店啊，卖的都是盗版的东西。你好，你好，有一种瞬间就像可能这边就是意大利的丽江古城吧那种感觉，或者是意大利的乌镇，是不是更贴切一点？现在走到现在，我真看到威尼斯一个很特点就是游客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是走这吗？走这，大概是走这，我们先往这走走看吧，那种感觉。抬头看路，低头看地图。对，哇塞，又走到一个小桥，哎呀，多好呀！学一个词儿啊 ，Ponte 好像就是桥的意思啊。这个地方这个桥就叫 Ponte Storto。这个小巷穿出来啊，就可以看到大海了。哇塞！哎呀，这里就是威尼斯非常著名的一块地方啊。现在可以到这边来看看啊，这儿就是西湖的外围了，已经是啊，大海啊。哦，海边。这就是我想象中，就是小时候看历史书想象中的自由贸易城邦的样子。这个地方就是圣马可广场，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总督宫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样式就知道了，它就是那种很经典的威尼斯哥特式啊。到圣马可广场这边了，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财物啊！这边是威尼斯这边最繁华的一块地方啊，跟里亚托桥那边差不多。在这座桥的这边，这个东西就叫叹息桥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叹息桥。什么意思呢？就是传说中那些受审的罪犯啊，都会在罪名成立之后，从这边总督府一路走到监狱啊，然后会路过这个桥，他会从这个桥中间那个窗那里往外看啊，这是他最后看到的自由啊，然后会叹一口气啊，叹息一下，再走进监狱啊，所以它就叫叹息桥啊。这边又出现了这种骗钱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去参加啊。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总督府，它这个建筑啊，就是这种很华丽的柱子，然后中间是这种拱门啊，总督府里面是可以参观的啊，我们买了票，它的票贼贵，如果现场买的话是35欧。那么买了蹂躏威尼斯的29岁以下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打对折。那么提前30天买也是好像30欧。总督府过来这边，这个就是威尼斯瞭望塔啊，这个瞭望塔是可以登顶的，现在好像是15欧元啊，登上去就可以俯瞰整个威尼斯的全景，包括建筑跟海面啊。然后这边有2个柱子啊。这根柱子上面就是圣马可狮啊，它是代表圣马可。圣马可是谁呢？圣马可是一个圣人，就是跟耶稣差不多一样的圣人，他是4部福音书其中一部的作者。然后他的化身就是这个狮子啊。然后另一个柱子就是这边这个柱子啊，这个柱子上面的人是迪奥多，他是威尼斯的第1任守护神。他手持长矛，踩着是一个类似于鳄鱼的一个恶龙啊，象征着正义啊。老的威尼斯守护神跟新任威尼斯守护神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地人都不太从这2个柱子中间走过去，是因为以前说在威尼斯执行死刑就是在这2个柱子当中啊，反正走过去好像不太吉利。这个偷了一个披萨，小偷。OK， 我们走到总督府了啊，这就是总督府的内部庭院，两边都是这样的一个威尼斯哥特式建筑啊。那边那几个顶就是圣马可大教堂。这个总督府呢，就是
总督待的地方啊。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嘛，然后它的总督其实是选举选出来的，总督的行政工作就在这里面搞的。然后他们那些当地的贵族来这边选举也是在这边弄的啊。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大量的精美的画作。看到2楼来了啊，在2楼的一个 view。那上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啊，就哥特式建筑的非常经典的东西就是上面的雕刻啊。走在这个走廊上面也是很多浮雕。这边也是壁画，满墙的壁画。哇哦！哎呦，现在天上全是金碧辉煌的。是中世纪的一些盔甲啊。剑啊，当年中世纪因为还是冷兵器时代，全都是剑和盔甲，重的要死。哇，这个也忒大了吧！这幅画就是著名文艺复兴威尼斯画派大师丁托列托画的天堂啊，这个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壁画之一。天堂，威尼斯这边还是有很多文艺复兴的画家的，像丁托列托啊，像提香啊，像乔尔乔内啊等等啊。丁托列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就是天堂。这个厅就是威尼斯总督府最大的一个厅啊，主议事厅啊，当然选总督就是在这里选出来的啊。这个地方好像能容纳个1000个人左右吧。仿佛来到一个没有画框的国家美术馆，眼花缭乱啊！在这个厅的这个边上，有一对一对的人啊，两个人啊，这个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历代的总督啊，围绕着整个厅都有啊，好多人啊。其中这个角落只有一个人。是因为右边这哥们儿当年要参加反叛，要把威尼斯共和国给推翻啊，然后后来被当众斩首了，然后他的画就被干掉了啊。咱现在走的就是叹息桥啊，刚刚在外面看到叹息桥，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最后的世界，然后就要 say goodbye 了啊，就要跟自由 say goodbye 了，就进监狱了啊，这是监狱啊。有啥好介绍的呢？反正就长得跟监狱一模一样啊。监狱啊，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叹息桥的模仿。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英国牛津那边有一个桥也是叹息桥啊，就是模仿威尼斯这边叹息桥的。其实从这种富丽堂皇的宫殿到这个破败不堪的监狱啊，走过来不超过1分钟。天堂与地狱就差这么一点点。哎呀，终于走出来了，真是绕得我晕过去了。哇，刚刚就在这里绕的。这大概就是他们放风的地方吧，可能。这边就是另一侧叹息桥啊，从这个洞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就这么小。啊，我们刚刚就站在那个桥上啊。你怎么不叹息？你这是打哈欠。我们在这个总督府下面吃饭啊，这个是维罗内塞三明治啊，这个是丁托列托三明治啊，我吃丁托列托，吃维罗内塞，都是在这个总督府里面画过画的人，这名字起来挺好玩的。在这边出口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楼梯，旁边有2个雕塑啊，这个地方叫巨人阶梯啊，右边是海神尼普敦，左边是战神马尔斯啊，中间就是圣马可诗啊，威尼斯诗啊，这个地方是这边总督加冕的地方啊，造得非常庄严宏伟啊，很厉害啊。OK， 从这边总督府出来，正对着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威尼斯瞭望塔啊，这边就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人好多呀，很大很大的一个圣马可广场，那这多长呢？这得吧，这感觉有500米了，好厉害！这个就是著名的
圣马可大教堂啊。827年，那个威尼斯商人从君士坦丁堡把圣马可的遗骸偷运了过来啊，葬在这里啊，盖起了这个圣马可大教堂啊。所以它现在就成了一个在天主教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教堂啊。它的建筑风格主要是哥特式建筑，但其实它混合了拜占庭建筑的风格，因为是从土耳其那边传过来的啊。其实远处看的话，它其实是有穹顶的。然后这上面有4匹马，这4匹马也挺有讲究的啊。虽然这是个复制品，但是这4匹马就是当年威尼斯商人从君士坦丁堡那边偷过来的。1797年拿破仑占领威尼斯之后，把这4匹马又拉回了法国。但拿破仑战败之后呢，英国人又把这4匹马还给了威尼斯。在外面展出这4匹马不是真货啊，真货在这个教堂里面。然后要去看这个真货的话是要付钱的啊。我们到远的地方去看看。圣马可广场就这么大啊，这就是圣马可广场。所有的建筑都是清一色的威尼斯哥特式建筑。然后这边有很多咖啡店，据说都有100年历史。据说很多电影导演在这边喝过茶。从远处看这个圣马可大教堂也是很震撼的啊，尤其是后面2个穹顶，这2个穹顶就很典型的拜占庭式建筑风格啊。然后最中间就是那个威尼斯的圣马可金狮啊。这个教堂进去要10欧，它上面2楼还有博物馆，还有看这4匹马，包括还有个黄金屏风啊。这个价格要加钱，反正整个套票是30欧，如果能上去看的话，啊，我们就不进去，我们在外面看，我觉得就很厉害了。而且还有那种上面有很多壁画，这种壁画就像巴洛克式的，所以它其实这个教堂的风格是有点拼盘式的风格啊，没有一个非常主要的风格。到了威尼斯狂欢节的时候，这个大广场就很多人在这里狂欢跳舞 ，happy。好，这就是圣马可广场的名物啊，鸽子。你时不时就会看到一堆鸽子飞起来，当然还有海鸥啊。它也挺特别的，跟之前看到的教堂其实不太一样。是。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美的还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佛罗伦萨的话，一定要去圣母百花大教堂啊！虽然我已经去了2次了，但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希望以后还会能在佛罗伦萨给大家做视频啊，我最爱的地方。我们从圣马可广场找一个小口出去啊。又回到了刚刚小巷子，我们上次住的宾馆就是这一家，这家。现在走出来的地方就是威尼斯最著名的凤凰大剧院，它名字也和它经历挺有关系的啊，因为火灾毁过3次吧，然后最近一次是96年。因为2个电工失职把这个凤凰大剧院给烧了啊，但是它再次涅槃啊，就是这边所有的歌剧啊、表演啊都是在这个凤凰大剧院上演的，依旧可以在这里看它的表演啊，好像可以买票的。这地方有它的现在上映的一些歌剧啊，可以买票的啊。对歌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威尼斯听一次歌剧啊。又是一座教堂，在这条街的底部，哇，好漂亮！一出来就把我震撼到了。我们现在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的学院美术馆啊。威尼斯学院美术馆里面会有很多威尼斯画派画家的画啊，像刚刚看到的丁托列托、委内瑞塞、提香、小尔乔内等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啊，都在这个美术馆里有很多展出啊。对美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看看啊，我们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然后进去逛还挺累的啊。然后在这个美术馆的这边就是学院桥啊，这个是一个木质结构的桥。这个学院桥为什么叫学院桥？估计就是因为在学院美术馆旁边嘛啊，叫学院桥。它整个这个都是木质结构的。哦，这个地方可以拍到一张很多宣传照上出现的一个画面威尼斯很多经典的照片都是从这个角度上拍的啊。
那个圆形的拜占庭式建筑的一个天主教教堂啊，叫安康圣母圣殿啊。虽然它没有圣马可教堂那么有名，但是大量的威尼斯的照片都是以它为主角的。你看这家店其实是家餐厅，但是它现在下午是有咖啡的，是沿着河，旁边就是学院桥。我们好名媛呀，从来没有这么名媛过。来，我们名媛一下。你要看着外面，名媛。我受不了了，不行啊！有没有？有没有？好了，经过一番名媛休整，我们准备出发去主岛以外的岛。其实威尼斯它不只是一个大岛，它有大小几十个离岛，其中有2个离岛非常有名，一个是玻璃岛叫穆拉诺，还有个叫彩色岛叫布拉诺。这2个岛我都去过啊。说实话啊，穆拉诺没啥好去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没啥意思。玻璃岛，玻璃岛真的专卖玻璃工艺品。对，还有一个岛彩色岛呢，怎么说呢，就比较网红，就是它的房子都是彩色的。但说实话也没有说非常的惊艳啊。玻璃岛比较近，可能10几分钟就到了，然后彩色岛要很远，好像40几分钟啊。然后我们今天去的岛呢，是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岛，叫利多岛，离这边主岛差不多半个小时船程啊。我们这个1日票也是包括的。利多岛比较有名的就是威尼斯电影节，就是在那里举办的。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学院美术馆这边乘2号公交船去利多岛去。2号船，坐这儿。这个好像是个很有名的美术馆，叫 Page 什么的 Collection， 古根海姆。这个美术馆是一个老太太的收藏品美术馆啊，非常好啊。里面有很多现代的收藏啊。除了一些文艺复兴的美术馆啊之类的，其实在威尼斯有很多现代美术馆。刚刚路过的那个古根海姆美术馆就是个现代美术馆啊，大家可以去自己搜寻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现代美术馆，所以我就不太懂。到利多岛了，上岛。在地图上看，利多岛是一个像法棍一样的一个岛啊。你说要怎么玩，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玩。好像这个岛上没有什么景点。一到这个岛上，很明显就感觉跟威尼斯主岛完全是2个世界啊。这个就更像城市一点啊。威尼斯的主岛就更偏古迹，然后游客一点。有很多这种高端酒店都是在利多岛上的，而且他们那个酒店都有那种来回接送的巴士船，可以把你从火车站接过来啊。这很明显，这个地方的整洁程度就完全是跟刚刚2个世界啊。这一个别野43万欧元，还行哦。这是 apartment 啊，别野多少钱呢？这个别野980万欧元，打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租这种4人自行车和2人自行车啊，环岛游啊。这边也有巴士 ACTV 啊，我们的一日券应该也是可以撑的。走，我们溜一圈，很不错，就是像那种度假海岛一样的。没有那种丑了吧唧的店，那种小商品市场的店，都是一个看上去比较 decent 的那种度假店。那前面就是海滩了。其实这个岛虽然长，但是它的直径非常的少，可能走10分钟不到就可以走到海滩。怪不得威尼斯电影节要在这里看。那这跟戛纳有什么区别？戛纳还是有一种浮华的感觉，但这边就是小资情调。你看这个酒店，这不适合电影人住，谁住呀？哎，
出现意大利名木啊，锅盖树，我乱说了，这叫什么树来着？伞松啊，在罗马见的特别多啊，这种像锅盖头一样的树。这棵好大，这棵巨大哦。这边利多岛的海滩，很多海滩是要付钱的啊，像比如说这个的 Blue Moon and Beach of the Venice 就是要付钱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付多少钱，好像30欧到40欧据说，但是这也是有 free beach。我们现在就去这个 free beach。刚 AI 了一下，为什么威尼斯电影节要选在利多岛？有几个方面啊，一方面是利多岛曾是欧洲顶级的贵族度假胜地，它有完美的隔离感与度假氛围，果然，独特的交通接驳方式，让他们感觉自己属于人上人，是不是？就是那种快艇红毯，就非常的 fancy。所以其实跟戛纳的原因有点像的。我们当时在戛纳查的时候，发现他们选在戛纳举办戛纳电影节的原因也非常简单，这就是一个上流阶级偏爱的度假胜地。好了，我们来到了穷人海滩的入口，免费海滩的入口啊，走了快20分钟。穷人享受海滩也是要代价的，这上个厕所都得2欧，这能称为穷人的海滩吗？亚得里亚啊，这个海是亚得里亚海，应该直通地中海的吧？这个角度望过去，对面就是海边。哦，是吗？我们穷人终于来到了我们穷人所属的海滩。其实这边也可以走过去的，富人海滩也是可以走过去啊。这整个海滩其实都是可以走的，只是我们穷人的入口是在这儿啊。哎呀，真漂亮啊！今天天气太透了。有没有一种从乌镇来到了海南的感觉？从乌镇到海南只是一瞬间。快来！哇，这水好暖和呀！是吗？很暖和。这个水完全是可以下海的水。What are you doing？ 水过来。我觉得你的衣服颜色跟这个海水很配。你拍张照。哇，这贝壳好多呀！踩起来会把，哇，太解压了。我进入心流状态。明天会上海了。你好邪恶啊！我们这个卡可以用在利多岛的公交上。OK。好嘞。哎呀，到站。皮拉佐 del Cinema 啊，这里就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办场地啊。这个白色漂亮的建筑就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办电影院啊。平常时候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个电影院。漂亮是很漂亮，就是太浪费了，只办个威尼斯电影节，其他啥事不干。平常什么事都没了，平常的话根本就是废弃的。哎呦，就这么一个观光的一个场地啊，啥也没有。人戛纳好歹没有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门口还有很多那种星光大道可以给你去看看。威尼斯电影节这个有点太冷清了，有点失望。失意电影人在此看空巢，哎。电影节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坐快艇到那个地方码头，直接上来走过来。
哎，这云也太好看了，像个大蘑菇。就是类似于桑格利亚之于西班牙、意大利有一种酒叫 Spritz， 它就是那种带点苏打感的。但酒精含量不是很高。Okay, can I put for you extra soup plate? Okay. Thank you。来了，我们来威尼斯逃不掉的东西啊，墨鱼面。烩面。这是寇姐点的 tuna。对，吃墨鱼面呢，大家就要做好破嘴相的准备啊。那么这个事儿肯定就交给我来了，来吧。黑色的墨鱼面，味道很正。黑了吗？还好。再来一点啊，这里面是有墨鱼的啊。可以。哦，你看嘴唇全黑了。是这个 tuna 金枪鱼啊，它这个煎的 tuna， 哇，这油脂好猛哦！哇，好吃！这像吃肉一样的，都不像在吃鱼。这个是威尼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吃，叫烤玉米饼配章鱼。但是标志性的一口食大餐。这能一口吃吗？一口吃不了一点。说实话不好吃，有点腥。很多人就是下午或者晚上大家没事干，点2个一口食的东西吃，然后就喝酒吹牛逼。他这家店除了这个正餐，还有 pub。然后在 pub 旁边就是很多人就这么站着，买个一口食的东西在那里吃，喝酒。哎呀，好了，家人们，我们吃饱喝足，明天准备回去啦。这次意大利又结束啦。哎呀，每次意大利之行，完美，都非常的美好啊。下次可能再来意大利就已经是西西里了吧。本次视频到此结束了，我这个假放的也够长了啊。要回去搬砖了啊！希望这次意大利视频给大家有用啊！反正希望暑假或者是国庆节或者是明年来意大利玩的朋友玩得开心，好吧？那么我们下次旅行再见，拜拜！拜拜！美丽的威尼斯，再见啦！带大家来逛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是个 theater。但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超市，往里走，都是一些很平价的东西啊。这个超市长这样，很神奇啊！它的整个布局都非常有意思啊。买了一点纪念品啊，这个咖啡以及我的2包薯片。这个出口也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住在威尼斯岛的话，想要买东西完全可以来这里买啊，价格也很平价。就是这个 Fiat Italia 啊 ，OK， 记住9点钟关门啊 ，OK， 就这样了，拜拜。我现在给大家介绍几款我们在意大利吃的比较好吃的几个东西。首先是这个叫San Carlo的薯片啊，作为薯片达人、薯片新人啊，我亲测这是意大利目前吃到最好吃的薯片。它薯片其实质感跟英国很像，就是那种厚切，然后很脆，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薯片。很好吃，而且它不腻。英国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油，但是这款薯片一点都不油，吃起来非常的轻松啊。第二东西就是这包，这个就是意大利经典的一个酱，叫 Nutella。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国内也吃过这个 Nutella 这个酱啊，一般涂在面包上啊。这款是 Nutella 饼干啊，就相当于把 Nutella 加在了饼干中间，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啊。我第一次吃也是在意大利吃到的啊，但好像现在国内有卖了，但是这个在意大利买好像更便宜一点。
还有看到一个夹心饼干，把牛天乐夹在饼干里，很好吃。然后就是饮料，这款饮料叫 Esta the Lemonade。意大利其实饮料一般般，我喝到现在也没什么喝到很好的。但这款柠檬水是我觉得是最好喝的一款柠檬水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好喝，它就是好喝。就这3样东西，希望大家在意大利旅行的路上可以买到这些东西，然后喜欢这些东西。好了，就这样，拜拜。